汉文帝刘恒的运气是真的好，从小他就被母亲薄姬带着来到了代国这个偏远的地方，远离是非，不争不抢，最后却阴差阳错的成为了大汉王朝的皇帝。可他的儿子刘启比他的运气还要好。那么刘启是如何成为太子的？窦漪房又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启被立为太子及窦漪房与家人团聚。要说刘启的故事，就必须提到他的母亲窦氏。在《史记》中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，不过在《史记所言》里记载他的名字为窦漪房。汉高祖初年，他出生于清河郡关津县一个平民的家里。他的父亲是靠打鱼为生的，可有一次在打鱼的时候却很不幸，意外坠河而亡了。从此窦漪房就与他的哥哥窦长君及弟弟窦少君变得无依无靠，生活异常的窘迫。等窦漪房长大后，便以良家子的身份被选入宫里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宫女。而他只有4、5岁的弟弟却被人买走，然后又四处的转卖，成为了一名佣工。窦漪房进宫的时候，正是吕雉专权的时期。他为了控制诸侯王，不仅给每个诸侯王都配备了吕氏之女为王后，还给每个诸侯王都选派了5名宫女监视他们的动向。而窦漪房也被选中，成为要送给诸侯王的宫女之一。窦漪房的老家在清河郡，属于赵国，所以他在得知要被送到诸侯国的消息后，就马上向分配宫女的宦官去打点，希望能把自己分到赵国，可以离家近点。可到了要分派宫女的时候，这个宦官竟然给忘记了，于是他就阴差阳错被分派到了去往代国的名单里，跟随着其他宫女以及送他们去的官差长途跋涉来到了代国。代王刘恒为了表达对吕后的忠诚，所以对吕后派来的宫女们他都尽量的善待着，而窦漪房更是聪明伶俐，深受刘恒的喜爱。很快他就得到了刘恒的宠幸，并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取名为刘嫖。之后他又陆续的生下了2个儿子，分别是刘启和刘武。不过他们都只是刘恒的庶子，因为在此之前刘恒已经有了王后，而且王后还为刘恒生下了4个儿子。所以刘启不仅是庶子，而且在所有的兄弟里还排行老5。按理说此时的刘启无论是太子、王位还是皇位都跟他没什么关系，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不受待见的诸侯王所生下的一个普通的庶子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给刘启让路一般。首先，刘恒的王后以及王后生下的4个儿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都离奇的死去了，这样刘启就成为了刘恒所有在世的儿子中年龄最大的了。紧接着刘启的二叔年仅23岁的汉惠帝刘盈突然就驾崩了。可就算刘盈去世，吕雉也马上就立了刘盈的儿子为帝，先是立刘公，刘公不听话，又立刘弘，反正皇位是和他没什么关系的。可等到吕雉去世后，朝中的大臣们铲除诸吕，废掉刘弘，否决了刘襄。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后，最终大汉王朝天子的皇冠竟然戴到了代王刘恒的头上，即汉文帝。就这样，不仅改变了刘恒的命运，同时也改变了窦漪房和刘启的命运。汉文帝即位仅几个月，大臣们就上书，为了大汉王朝的稳定，也为了打消其他诸侯王的邪念，建议让汉文帝早立太子。最终经过大臣们的讨论，觉得窦漪房所生的长子刘启醇厚慈仁，是太子不错的人选，刘恒也表示认可。于是公元前179年的正月，刘启正式被立为了太子。同年3月，窦漪房被封为皇后，女儿刘嫖则被封为了长公主。第2年又将次子刘武封为了代王。就这样，窦漪房从一个平民家的孩子一步一步地成为了大汉王朝的皇后，3个孩子也都封王拜侯，可以算作是妥妥的人生赢家。不过让他还惦记着的就是他的2个亲人，哥哥窦长君和弟弟窦少君。窦少君自从4、5岁的时候就被人买走，之后又接连被转卖了10几次，最后一次被卖到了宜阳的一户财主家里。在这里，他和其他的100多名工友替主人在山里烧炭，
白天在山上干活，到了夜里就聚在大山的悬崖底下睡觉。可是有一天，悬崖突然崩塌，睡在底下的100多人几乎全都给压死了，唯有窦少君活了下来。一下子死去了这么多奴仆，财主已没办法在宜阳继续待下去了，于是就赶紧跑路去往长安躲避。唯一幸存下来的窦少君也跟随着主人来到了长安城。逃过一劫的窦少君感觉自己的运气也实在是太好了，到了长安后，他就去给自己算了一卦。结果算卦的人告诉他，不久后他必定会被封侯列爵，坐享荣华富贵。窦少君起先是半信半疑的，可有一天他突然听说新任的皇后是清河郡关津县的人士，而且姓窦。他就想，这不会就是自己的姐姐吧？于是他便壮着胆子找人写了一封书信，讲述了小时候和姐姐一起采桑的往事，送进了宫里。当窦漪房收到这封书信后，不由得喜极而泣，立即让人找来了窦少君。可此时两人的样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完全无法辨认。于是窦少君就回忆说，当年姐姐入宫前与自己在驿站分别，讨来了米汤水给我洗头，又给我吃了饭才走的。窦漪房听完不由得泪如雨下，激动地搂住了弟弟，姐弟俩涕泪交加，非常的激动。当太后薄姬知道了自己的儿媳妇竟然有如此的身世后，也十分的怜惜。她让皇帝下诏追封窦漪房的父亲为安成侯，母亲为安成夫人，并在家乡为他们设立了墓园，封邑200户，由地方长官按照给自己家族宗祠祭拜的待遇，给窦漪房的父母祭拜。之后哥哥窦长君也找到了，也来到了长安城与妹妹团聚。这本是一件好事，可曾经受够了吕氏专权的大臣们却坐不住了。他们担心大汉王朝再次出现外戚专权的状况，于是由周勃和灌婴领头向汉文帝进谏说，窦氏兄弟出身寒微，不懂礼仪，也没有学问，所以不应该给他们封授官职，只让他们做个富贵的闲人就好。而且还要选择一些德高望重、有学问的长者与他们做邻居，每天监督和教导他们。于是在这样的安排下，以及窦漪房的叮嘱下，窦氏的2兄弟逐渐成为了谦君子。他们从不参与政事，也从不因为自己的地位显贵而盛气凌人。后来汉文帝想任命窦少君为丞相，可没想到窦漪房并不赞成，还劝说刘恒。紧接着窦少君也亲自跑来面见刘恒，对汉文帝据理劝说，陈述利弊，坚决不肯接受丞相之职，刘恒也就不再勉强了。后来因为哥哥窦长君早亡，就将他的儿子窦彭祖封为了南皮侯，弟弟窦少君则被封为了张武侯。窦氏姐弟的这种行为让朝野上下都大加赞誉，同时也对形成文景之治的盛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